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扒一扒一个叫 OpenClaw 的全球现象，看看它是怎么在中国演变成了一场被大家戏称为数字龙虾的 AI 智能体革命的。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个都会有这么个疑问，所以这不就跟 Siri 差不多吗？但它真的能做事？哎，你别说，这句话还真就问到点子上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早就不是那种简单的语音助手了，而是一个能真正帮你动手、采取行动的 AI。这可是一个巨大的跨越，我们正在从回答问题进化到完成任务的时代。那到底什么是 AI 智能体呢？首先得搞清楚，它绝对不是聊天机器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能为你动手的自主程序。它可以帮你管理文件、执行代码，甚至能自动化一整个工作流程。简单来说，把它想象成一个永远不会累的数字员工就对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路线图就很清晰了。我们先来看看全球这股数字龙虾热潮是怎么来的，然后聊聊它为什么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接着就是重头戏了，我们会聚焦中国几大科技巨头是怎么应对的，详细比较一下市面上3大主流方案。最后我们再看几个真实的案例，一起展望一下这场由 AI 智能体带来的计算革命到底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好，那咱们就先从这股热潮的源头说起。它的核心呢，就是 OpenClaw。这个东西在中国有个特别形象的外号，叫小龙虾或者数字龙虾。它革命性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它第一次把 AI 大模型从一个只能跟你对话、被关在伺服器里的罐中之脑，变成了一个在你电脑上真正拥有眼睛和双手的数字员工。这么说吧，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你看，聊天机器人它更像是一个顾问，你问他问题，他回答你。但一旦你关掉那个聊天窗口，他就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也碰不到你电脑里的任何文件。但是 AI 智能体就不一样了，它能24小时在线，能访问你的本地文件，还有长期记忆，所以它才真正的从一个 AI 顾问升级成了一个能跟你并肩作战的 AI 同事。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 OpenClaw 这么厉害，按理说应该火遍全球才对。那为什么这个现象级的项目没有直接在中国这个技术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成为大家的首选呢？因为在这里确实遇到了一些非常独特的挑战，或者说阻力。所以它到底为什么在中国会水土不服呢？主要有3大核心障碍。首先，网络问题。用它去连接企业微信、钉钉这些我们日常用的办公软件时，经常会卡顿，延迟很高，体验很差。其次，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数据安全。咱们国家对数据跨境传输的法规非常严格，用海外的模型来处理公司内部的敏感数据，这是个大问题。最后一点就是技术门槛实在太高了，它的安装和设置非常复杂，对普通用户来说简直就是天书，复杂到甚至有人愿意排大队花钱请人帮忙中。你看，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痛点，给中国的科技巨头们，也就是腾讯、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反应非常快，马上就行动起来，开始开发更适合中国本土生态的解决方案。整个战局在2026年初迅速升温，简直是神仙打架。你看，2月份阿里巴巴就率先发布并且开源了他们的 Copilot。但更有意思的是，紧接着就在3月9号同一天，腾讯和字节跳动同时出手，分别推出了 WorkBuddy 和 ArcClaw。这种白热化的竞争程度，足以说明这些巨头们都清醒地意识到，这绝对是一个不能错过的赛道。好了，现在我们就进入这次分析最核心的部分，咱们来把这3个主要的本土替代方案做个直接的对比，看看他们各自的定位、优势和劣势到底在哪里。从这个表里我们能看得非常清楚，每个平台的战略定位都非常精准。OpenClaw 呢，它是社区驱动的，优点就是自由度最高，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腾讯的 WorkBuddy 它就死磕企业微信这个生态，主打一个简单易用，让小白也能上手。阿里巴巴的 Copilot 呢，目标用户就是开发者，提供模块化和本地模型支持。而字节跳动的 ArcClaw
它干脆做成了一个纯云端的方案，就是为那些需要高可靠性又不想自己折腾服务器的团队服务的。我们先来看腾讯的 WorkBuddy，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4个字：开箱即用。它就是为我们这些普通的办公室职员设计的。据说1分钟之内就能连接到你的企业微信，而且还内置了企业级的安全和审计功能。这一点恰恰是很多开源版本最缺乏的。接着是阿里巴巴的 Copilot， 它的定位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更像是一个给开发者准备的乐高工具箱。它最大的亮点就是模块化的设计，还有对本地离线模式的支持。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开发者可以最大程度的去定制它，而且通过在本地运行模型，可以确保公司的明版数据一步都不离开自己的电脑，这就完美的解决了我们前面说的数据主权的顾虑。最后是字节跳动的 ArcClaw， 它的卖点非常直接，主打的就是零设置、零尾韵。如果你的团队需要一个7×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智能体，但又不想自己费心去维护服务器，那这个深度集成的飞书的云方案可能就是你的最佳选择了。好的，理论我们谈的差不多了，现在让我们从理论转向实践，来看看这些听起来很厉害的工具到底是怎么解决中国市场特有的一些真实业务问题的。那么在实际工作中，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咱们就拿写周报这个最头疼的场景来举例吧。你想象一下，现在你只需要在企业微信里对你的智能体说一句话，帮我起草这周的周报，然后它就会自动去访问你的日历、你的代码记录，还有你电脑里的销售数据文件，接着进行分析和总结，最后一份格式都调好了的 Word 文档就自动出现在指定的文件夹里了。这就是一句话自动化的魔力，它让可执行 AI 这个概念一下子就变得触手可及了。而且在中国这种高压的商业环境里，这些智能体正在解决很多真实的痛点。你比如说，做电商运营的，就用它来24小时监控淘宝、京东上竞争对手的价格；做内容创作的，用它来自动抓取抖音、小红书上的最新热点；办公室的白领们呢，就用它来自动整理会议纪要。这些应用都带来了非常具体、肉眼可见的效率提升。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我们正在见证的早就不仅仅是一些新的工具或者 App 了，而是一场我们跟计算机交互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里的核心转变其实就是我们正在从一个对话式 AI 的时代迈向一个可实行 AI 的时代。未来的工作模式可能不再是你问 AI 问题，而是你直接把任务打包交给它。我们每天都在用的聊天软件，比如企业微信、钉钉、飞书，正在悄悄地变成我们和整个数字世界交互的一个全新的命令行。最后呢，我想留给大家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随着数字员工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清晰，这项技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极其深远的。那么我想问问你，你的下一位同事会是软件吗？